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的是这一场美以之间的战争打下去，美国会不会出这个代理人战争的这个招数呢？我们要来看到最新的消息是卢比欧的最新喊话：伊朗内战，蒋介石上场，什么意思？我们赶快来做最新的解读，也就是《纽约时报》在这边特别最新的披露，他说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国会的时候向参众两议院简报时，他特别预告了接下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采取几天内要让蒋介石出场。大家可能会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呢，这句话是源自于当时195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右翼的一些口号。当时的做法就是要让撤到台湾的蒋介石自己去反攻大陆，就是拿自己的人去打中国，类似代理人战争吗？委员怎么看？接下来美国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他不打算自己出兵，而是要扶植伊朗内部的反什叶派来点燃这一场内战？那美国跟以色列就不用如川普说的真的去打这一场地面战了，毕竟损伤可能会相当大。委员怎么看？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啊，其实就代表，我记得上一次我也在节目上也是跟舰长嘛，也是在讲伊朗，我们就曾经说过，说如果美国真的要在伊朗这一战得到他希望得到预期的效果，那么地面战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么美国原本打的如意算盘，就是从原先 CIA 去策动跟摩萨德策动他们在潜伏在伊朗的这些学运分子、年轻世代，然后开始发动学运、发动抗争，希望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推翻政权。当然 ，CIA 过去玩这种把戏玩了太多次了，台湾的这个太阳花学运玩的也很漂亮香港的雨伞花运动也玩得很不错。所以 CIA 长期以来就认为说这是他们的王牌啊，他们只要用了就绝对可以把这个政权推翻掉，就没想到没成功所以接下来他们就准备走第二步了，想说呢，我呢干脆用轰炸的方式，我炸了之后我吓吓你我吓吓你之后呢，让你赶快来谈我把你哈米尼除掉，把一些强硬派除掉，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取代，然后开始来进行谈判。结果就如同我刚才讲到的，也没有，因为一口气炸掉太多人了，就留个几个人还有点可能，就一下子40几个人都没了那么你到底还剩下谁来跟你谈判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就最后被迫要走到最后一步来了。所以你说当他决定要用代理人来发动战争的时候，就代表说他已经意识到用轰炸、用飞弹、用炸弹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场战争他就无穷无尽的打下去。而且就像刚才舰长讲的，他如果再扩大一点，他真的在这个波斯湾布雷了，那就真的是就这个整个就天下就乱了。对，所以呢，美国现在想办法收这个烂摊子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地面部队了。大家知道，伊朗是伊拉克的3.7倍大，伊朗有9000万人，将近1亿人呢。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要把伊朗打趴掉，你必须要发动地面战。而美国现在面临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够承受得起地面战嘛？所以你看，美国又打算去玩打这种如意算盘就是看这种贪小便宜，说我干脆去找几个你们这个少数民族让你们这些人来这个发动战争就好了。我回过头来，刚才已经讲过了，以色列现在所面临到的已经是被迫全国全民同仇敌忾了。这都是你美国跟这个伊朗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就是美国跟你以色列搞出来的，所以你逼着整个伊朗现在已经是同仇敌忾的地步了。你就算去找几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部队出来，到底能够顶得上什么事？我也是高度的怀疑。所以你看到川普今天吧，他也说了，不排除美国也要发动这个部队直接执行地面战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强调的是，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灭国战争，最大的得利者是以色列，最倒霉的将会是美国跟伊朗当然，伊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也绝对讨不了任何好处的，因为它会变成美国国力的一个绞肉机了。接下来，美国的飞弹可能会用完，这个防空系统的飞弹也用光，然后接下来美国的大兵都还要在战场上了。美国现在所消耗的，就像刚才舰长讲的，一天要花多少油那些兵一天的补给是多少那这是一个国力消耗战就美国就莫名其妙的就陷入了这场绞肉机里头，然后从现在开始就要消耗它的国力了。那至于说卢比欧希望打的算盘，说去找个什么代理人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太天真了啦。那么，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就不难看得出来，美国已经认真的在考虑要派部队参战了。好，所以现在不排除如川普说的，接下来可能会派地面部队真的去打地面战嘛？那在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之前，现在确实他把这个眼光还有脑筋都动到这些少数民族，也就是当地中东的少数民族。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
CG 上面的地图，他找了哪一些少数民族？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流亡海外的巴勒维王朝后代之外，我们稍微看一下这张地图哦。这当中有许多的少数民族，包括了在西北的库德族、南亚的塞拜然族，还有西南的这个叫做俾路支人等等。这个要去面对现在非常。战力非常强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到底这一些剩余的这些少数民族有没有办法去帮助美国一起打伊朗？这建长怎么看？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的哦。第一个，这个伊朗的这个体制是非常奇怪的。你知道，它有一个三军部队，有将近快50万人的三军部队，陆海空三军都有，然后又跑出一个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大概有15、16、7万人。这15、16、7万人也有陆海空军，你就知道它非常奇怪。那这个部队。这个三军是保卫伊朗国家，你知不知道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责任是什么？保护伊斯兰的执政的政权。其实大部分的在这个国家的人是非常讨厌这些人的。他们暴力镇压的手段到什么地步？2022年有一个女孩子出去，因为她的头罩的头发稍微露出了一点，没有完全符合她的规定，被道德警察抓去，3天之后送到医院的时候脑死。全伊朗这些女性站出来，他们举一个活动叫做“女性自由生命”，几天的时间，强力镇压，死伤超过500人，逮捕超过2万人，你就知道这个政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政权。那你说这个政权是因为某一个民族想要推翻它吗？我不认为。我认为，包括他这一次的这个完毕，你看看多少街上人在那庆祝，其实很多人民都希望推翻它。那这一次的。叫做以色列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动手，我不认为川普会想动手。你去跟川普讲说后面会这样，他打死都不去。你隔人都没有，为什么要去？谁说服他了？以色列。以色列一定跟他讲，你只要开始动手，后面我来收拾。那他后面为什么他能够去收拾？起战容易啊，收尾非常非常的难。他一定有跟他们讲，这里面的某些人我们已经接上线了。谋杀死，最可能哪些人？你现在没有军队支持，你很难。有没有可能是他们的三军部队的中间的某一个军长、某一个司令，跟说只要你们先动手宰这些人，然后你再提供我弹药、金援，那我们来推动这个我们内部的叫做内乱到内战，我们把他的这个政权推翻掉，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说这个纳塔雅胡从来没有跟川普说过我刚刚说的这些话，你想川普是白痴吗？把美国卷进这么大的一个烂摊子里面，不知道该如何收拾你还想着这个进行陆战，不太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感觉，我觉得纳塔雅胡有所本，他才敢去发动这一次。那他们现在其实在推动的后面的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够配合后面这些人，一定是从他内部，他的内部就像那个谁讲的，什么叫蒋介石出来，就是从你的内部找你们自己过去的抓权的那些人，那他们过去抓权，三军部队就是。好，所以内部的带领人是谁？这个是我们接下来会持续的来做关注，可以来持续的看。那其实现在呢，川普还有找谁？除了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么多，还有舰长帮我们提了非常多，是这些在内部的少数民族之外，现在还多了一个是库德族。好，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自己做的爆料，说呢，川普在3月1号这一天和伊拉克的库德族2大派系的领袖通上电话了，说服他们来加入这一场战局当中。库德族目前也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他们是在伊朗跟伊拉克的边境，而且掌握了数千兵力，等于是控制住了战略的要地。但是呢，现在川普眼前还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曾经背叛过库德族，所以这一次库德族会不会答应，这也是一个问题。当时的事情是发生在2019年的时候，在叙利亚伊斯兰国哈里发被灭了之后，川普就宣布从叙利亚撤兵，让土耳其自己大军压境，结果重创了库德族的武装。这一次他请库德族帮忙，他们还会理川普吗？干哥怎么看？这个故事很复杂哈，我尽量用简短的方式来讲啊，就是说你要知道库德族他就是一个，我说句实在话，他就是一个无国界民族啦，他就介于伊朗跟土耳其之间，然后又跟叙利亚接壤。他们以前通常他们是一股游牧民族，但他被三方的势力都打压，尤其是谁最讨厌他，叫做土耳其。可是
对不起，土耳其是我们北约的盟邦，对，是负责最东边的防务的。那他们欺负那个库德族人，美国不知道吗？美国知道，可是美国因为土耳其又不敢多讲话。那这次觉得要动用到库德族人了，那为什么吗？因为当年打 ISIS 伊斯兰国最有经验的就是库德族人，没有库德族人我跟你讲 ，ISIS 还没办法消灭得了。而且你知道吗？他有一支军队叫做叙利亚民主军 SDF 那就是库德族的精锐。他们说他们从来都是跟美军并肩作战。2019年 ISIS 那个哈里法倒台以后，美国那个时候的总统就是川普。川普那时候一夜之间就把人给撤回来了，就像从阿富汗撤回来也是一样。对，2个月前告诉你，2个月后什么都撤了，撤得干干净净一毛不剩。那个时候他们也讲，我们阿富汗那么可怜，你2个月就要跑掉，你军队也不留下来，没有留一个兵下来，那个塔利班马上就夺回政权。现在这个也一样啊，你知道吗？川普2019年的时候完全没有预告，他就把1000名美国军队给撤回来。撤回来之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库德族人负责看管本来是由美军抓来的伊斯兰国 IS 的那个囚犯多少人？你知道？890个人，一夜之间全部跑光。全部跑光之后，土耳其军队就进来了。为什么？没有美国人罩你们杀库德族人跑逃命啊！好了，我们现在讲了大概历史故事了。大家听完了，现在大家要面对的是什么？面对川普说，现在我派不出美军地面部队可不可以利用一下库德族人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请蒋介石出动了。对，就是库德族人就是伊朗的，就蒋介石就是他们自己人因为他住在这块土地上，虽然他不认同神学式的统治，可是他就是伊朗在地人，很会打仗。可是今天如果说要派那个库德族人的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做一些颠覆的活动的话，我坦白，第一个要先经过土耳其，土耳其你答不答应？答应了我们才能够这样。还有我们要武装库德族的这些民兵战士，土耳其你也要答应。所以说我跟你讲，这个缓不济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是有现成的人可以用，他也有作战经验，但是他能不能够达到他一定的效果？第一个，他没有重装备。他没有重装备，他就没有办法推进他要直接面对伊朗的革命卫队，所以库德族人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这好，现在讲完了。最重要的是，这个馊主意是谁提出来的？大家知道吗？尼坦雅胡，是尼坦雅胡。反正什么事情都是尼坦雅胡想出来的，就对了。这个馊主意，这个计划也是尼坦雅胡想出来的。那最后到底会不会库德族人能够帮上美军或以色列人一个忙呢？我觉得很难因为你要有相对应的，你对于这个库德族人有什么政治承诺？从你6年前突然跑掉，我们就知道你这个兄弟是不可相信的。我们好怕你有川普。没错，而且你看刚才干哥讲的，库德族被美国出卖过，还别讲库德族，看看阿富汗是怎么被美国出卖的。所以今天你说在中东的这个地区，美国要找到代理人，要为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真的还会有人相信美国吗？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连美国自己的盟友都不相信美国了。你说他现在要去找代理人，代理人有这么好找吗？你以为在台湾黑道找小弟吗？叫2声就来了吗？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共